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宇强势文化频道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穿透人性，掌握财富密码，解读情感真相，颠覆你的认知边界，与您一同成长。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天的新视频。婚姻这瓷器活，碎了就别硬抗了。今天慧宇借这个视频分享5点足以让你泪流满面的婚姻真相。1. 婚姻不过是一场高级铺啊！现在这年月，谁还傻乎乎的因为那点荷尔蒙冲动，或者被偶像剧里那些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鬼话洗脑，就往婚姻的坟墓里跳啊？大家伙儿对结婚这事儿早就看淡了，佛系的一塌糊涂。婚姻这玩意儿，说白了就是个高级铺啊，忽悠你签卖身契呢。啥象牙塔，啥契约联盟，早已被各路人间清醒的大佬们扒得连底裤都不剩了，就剩一堆时代眼泪在那儿尬演。婚姻存在的意义，呵呵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没那么理直气壮了，甚至有点可笑。结婚离婚嘛，就像应用程序卸载重装一样，算个屁呀！不信你睁大眼睛瞅瞅，身边结婚的，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少，一个个都忙着搞钱，娃更是996射出的 KPI 黑洞，谁敢生啊？倒是离婚的瓜，天天咣咣咣往你脸上砸，热搜就没断过，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？2. 婚姻 AA 制合伙模式注定崩盘。以后婚姻这种 AA 制合伙模式，我看是注定要彻底崩盘，凉透透的。说到底，人在安全感这仨字面前，精明的一批，现实的一批，甚至能冷血无情到你怀疑人生。倘若婚姻这东西给不了你100%的安全感，也给不了你全天候无条件的情感支持，只是为了合租过日子，或者将就一下其他乱七八糟的需求，那婚姻在你眼里可能就变成一个临时驿站。说句扎心窝子的话，充其量不就一工具人吗？这年头，这种人间真实早就见怪不怪了，好吧？毕竟现在这社会，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强强联合，互利共赢才是王道，单打独斗，死路一条。可绝大部分婚姻压根就没到资产重组那个等级，大家伙儿结婚前也没接受过工商管理硕士商业思维特训，哪有那个意识，把结婚当成风险投资、伙伴战略合作来搞啊？指望996福报社畜搞懂婚姻经济学，拉倒吧！他们脑子里那点小农经济意识，也就够在拼夕夕上薅点优惠券，在社区团购里抢2捆打折菜。你还指望他们提升格局，把另一半当成人生合伙人来营销婚姻？别逗我笑了好吗？3. 婚姻中的出轨与将就，醒醒吧，打工人！普通人的婚姻，扒开那层爱的遮羞布，说白了，要不就是失败者抱团取暖，搞婚内扶贫，要不就是2个普通人凑合苟且偷生，再不然就是有人一时糊涂，非要跳进这潭看不到底的浑水，结果还没练出火眼金睛神功，就盲目稀里糊涂跳入坑里了。要不然结婚这俩字咋隐藏着一个婚字呢？细思极恐，有没有自己还是个菜鸟，翅膀还没硬，脑子也不够灵光的时候，就匆忙结婚，那婚后生活绝对是过山车，磕磕绊绊，日复一日，各种狗血剧轮番上演。就问你刺激不刺激？只不过在过去，老一辈人们还把婚姻看得跟天一样大，一丁点琐碎家庭小事，比如婆媳关系紧张、夫妻争吵，或者爱人精神出轨，都能大吵大闹，吵得邻居都报警。
特别是出轨这事，虽然传统上中国婚姻提倡劝和不劝离，但我们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，谁能冷静下来，像个佛祖一样云淡风轻地原谅爱人背叛呢？绝大部分好姑娘、好小伙子，还是憧憬着那种一生一世的爱情，天长地久，直到世界尽头，从一而终、此情不渝的童话般爱情故事，好吗？但时代变了，宝贝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人跟人之间捆绑的底层逻辑，以及各取所需的本质，早已被自媒体各种曝光，扒得透明到水晶般清澈，底裤都给你扬了。这就导致一些贪婪的渣或做人，贼贪心贼自私，啥都想要，既要婚姻这个铁饭碗，安稳的大后方，又想要婚外情那点廉价刺激，肾上腺素飙升的新鲜感、刺激感，真恶心。这种人，说好听点是拎不清，搞不懂重点；说难听点，直接贴标签人品问题，没得狡辩。你问我怎么知道的？去年我身边一个闺蜜，就因为她渣男丈夫劈腿，闹离婚，各种撕逼，狗血剧情，最后折腾了一大圈，也没成功离婚。用她自己的话形容，现在就是搭伙过日子，凑合呗，凑合着生存，凑合着颓废，好事肯定100%，绝对没戏，好不起来了。亲密关系本质上，一旦裂开了，有了瑕疵、裂痕，就永远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甜蜜的蜜月期了，完犊子了。虽然我不是那种非黑即白，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完美主义者，但对于出轨和背叛，这事儿在我这儿没啥中间地带，管你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苟合，通通不行，不可以，没得商量。这种事儿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相信我，与其盲目指望一个欺骗者，一个背叛者，良心发现，奇迹发生，还不如做个聪明人，做个狠人，当断则断，一刀两断，手起刀落斩立决，重新开始，重启人生，寻找下一个村，下一个希望，不香吗？4. 离婚成本与婚姻中的利益权衡。按照我可怜的闺蜜悲伤但真实的说法，现在离婚成本太高了，超级烧钱，夫妻俩要分割财产，大头是房子，但这该死的房子是前几年房价巅峰最高点时候高价买的，现在卖掉肯定会赔钱，亏成傻瓜，亏成蠢货，亏成驴，亏到外婆家了，分到她手里，剩下没多少钱，加上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行情糟糕，工作也不稳定，动荡不安，马上面临35岁年龄危机、中年危机，离婚在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压根不划算，不值当，没价值，没好处，只有痛苦。我这闺蜜悲剧，狗血但真实的案例，也可以看作，可以当成现在大部分出轨不离婚现象的现实，血淋淋的缩影。说白了，为了钱，为了生存，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人间凑合。很多人把婚姻当成生意，当成项目，当成 KPI 项目，出轨在他们眼里顶多算生意上出了点细微的小插曲，只要不影响整体 KPI， 比如孩子教育、共同财产保值增值，那就装聋作哑，假装看不见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维持着破烂现状，凑合着残喘，苟延残喘。但我个人总觉得婚姻这破船，明明已经千疮百孔，漏成筛子了，还能勉强维持，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、
阴暗面，不可告人的理由，潜规则，黑幕。如果仅仅是经济纠纷或孩子抚养权问题，那都不是事儿，轻轻松松解决。明白，毕竟人海茫茫，两个人能相遇，能走到一起不容易，已经超级难得了，更何况朝夕相处，天天面对面的爱人、伴侣，更是相处难，难于上青天，难上加难。你品，你细品，维系一段婚姻从一开始，从来不是单方面妥协，或者脸谱化、简单粗暴标签化任何一方，往往是其中一方能提供某种价值，可能是物质上的金钱，也可能是生理上的肉体吸引，也可能又或者情感价值、精神按摩、舒适区，甚至仅仅因为这个人活着的存在本身。例如，举个例子，为了生娃，为了传宗接代，你懂了吧？人类的感情啊，太复杂，太善变，简单片面的爱或恨，只会导致更加偏执，更多道德绑架、价值判断。你离不开这个人，哪怕他再烂、再渣，甚至背叛了你，捅你刀子，你也选择原谅、隐忍、怂。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为了面子，为了凑合，各种委曲求全，委屈自己，成全婚姻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那就说明，比起硬碰硬、正面冲突，比起一刀两断、割袍断义，宝贝，我要离开你了，比起潇洒告别，转身说永别，你还是没有那个勇气下决定，还没完全接受这残酷现实，宁愿先待在舒适区里面混吃等死，苟延残喘，得过且过，混一天算一天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有些人是真的穷怕了，害怕离婚了更惨、更悲催，所以才会宁愿咽下尊严，忍气吞声，委曲求全，给那些伤害自己、背后捅你一刀的人再一次机会。说白了，大实话，残酷真相就是，没得更好的选择，没得选择，只能凑合，凑合，再凑合。5. 婚姻的意义与人性的思考。这人间真相，让我不禁强迫自己思考一个扎心、直击灵魂、痛苦，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如果现代人的婚姻只剩下利益交换、金钱、权力、资源、博弈，那么这玩意儿还有啥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呢？我个人是理解意义那玩意儿，那东西虚无缥缈，都是我们人类自我意识赋予、强加的。但是婚姻如果堕落，沦为利益算计、博弈的工具，异化、变质，变成捆绑人性的枷锁、镣铐，那么人还有啥奔头、希望、动力、意义、价值、活着的理由、意义、使命感呢？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，细思极恐。细品，细品，人与人之间，最起码、最低底线，还是要互相尊重，真心相待，对彼此真诚以待，而不是互相伤害、阴阳怪气，更不可能不允许背叛和出轨，懂了吗？这点底线，做人的底线，婚姻的红线、高压线，还是要奋力抗争，死守到底，要不然机关算尽，太过精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没剩下，虚空一场。估计以后只有那些有信仰的勇敢勇士，才还敢坚持结婚这回事了吧？一声叹息，结束了。